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人生的某个路口，迷雾重重，你步履维艰，这时一束光照了进来，那束光我们称之为贵人。他可能是在一场饭局上云淡风轻地为你引荐了关键人物的行业前辈，也可能是洞察了你的潜力，破格给你机会，亲手指导你项目的领导，甚至可能是在你创业初期不仅投钱，更倾囊相授宝贵经验的投资人。那段时光如沐春风，你们的关系迅速升温，从职场的敬畏一度走到了亦师亦友的亲近。你以为自己握住了一份长久的幸运，未来可期，然而故事的走向却往往出乎意料。不知从何时起，你发给他的信息回复变得越来越慢，从秒回变成了轮回。曾经热络的约饭邀请，如今总是被最近太忙轻轻带过。在公开场合偶遇，他那温和的笑容里似乎多了一层客气而疏离的薄冰。你百思不得其解，反复复盘自己的言行，却找不到任何明显的过错。是自己哪句话说错了，还是对方本就是个翻脸无情、喜新厌旧的人？你感到困惑、委屈，甚至一丝被背叛的愤懑。但真相往往比情绪化的猜测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这背后并非简单的人情冷暖，而是3条隐藏在人性深处，支配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底层规律。今天我们不煲鸡汤，也不讲权谋，我们就如同一位经验老道的外科医生，冷静地划开人际关系这层温情脉脉的表皮，直视其下那些带血的却至关重要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经络。搞懂这些，不仅能让你留住生命中的贵人，更能让你彻底看清社交的本质，从此在人际的江湖里游刃有余，不卑不亢。第一条，价值天平的失衡，人际关系的残酷真相。社会交换理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是一个听起来颇为冰冷的学术名词，但它却是理解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石。该理论直指核心，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互动，本质上都是一场价值交换。请注意，这里的价值远非金钱所能概括，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集合，至少包括物质价值、金钱、资源、人脉、机会；情绪价值、崇拜、认同、愉悦感、被需要感、倾听、陪伴、情绪稳定；信息价值、内幕消息、独特见解、新鲜视角、跨界知识；潜力价值，你未来的可能性，你的成长性，你可能为对方带来的长远回报。当我们谈论贵人相助时，一个最经典的误区便产生了：贵人明明在物质、信息、人脉上远胜于我，我一个无名小卒，如何能与他进行等价交换？这正是多数人想不通的地方。他们天真地以为，贵人的帮助是单向的施予，是慈善，于是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却从未思考过一个根本问题：贵人到底图你什么？答案藏在延迟满足与潜力投资这2个词里。贵人之所以愿意帮助一个当下远不如自己的人，并非不求回报，而是他不求当下的同等形式的回报。他是在进行一场风险投资，投的是你的潜力价值。他期待的回报是放在长远未来的，这种回报可以是未来的物质回报，有朝一日你功成名就，
能反过来为他提供资源或机会，验证自身眼光的情绪回报。你的成功证明了他慧眼识珠，这种我是伯乐的成就感是千金难买的情绪价值，巩固江湖地位的声誉回报。看，那个现在很厉害的某某，是我当年一手带出来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获取新鲜血液的信息回报。年轻人身上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新的玩法和思考模式，这对于身居高位、信息渠道可能固化的大佬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活水。所以，当一位贵人在帮助你一段时间后，突然选择疏远，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期和观察期，他对你的潜力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而评估的结果是不值得继续长线投资。这听起来很残酷，却是事实。你的行为让他觉得这笔投资的风险太高，回报率太低。小林是一家知名广告公司的年轻设计师，才华横溢，创意十足。他的直属领导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创意总监陈总。陈总非常欣赏小林的灵气，认为他是一块璞玉，稍加雕琢必成大器。于是陈总开始了对小林的重点扶持，给机会将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某国际跑车品牌的全年营销案交给小林主导，自己甘当副手，为他保驾护航，传经验，每晚陪着小林团队加班，从一个标点符号到整体策略，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思考，如何提案，如何与客户博弈。这几乎是将自己10几年的功力压缩打包灌输给他，搭人脉，带小林参加各种高端行业论坛和私人饭局，把他介绍给圈内的大佬们，笑着说：“这是我徒弟，未来的腕儿，大家多关照。”小林受宠若惊，也一度感激涕零。他沉浸在这种被大佬罩着的快感中，享受着平步青云的感觉。然而，他却忽略了价值交换的底层逻辑。他做了什么呢？心安理得的索取。他习惯了陈总的兜底，遇到任何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钻研解决方案，而是立刻去找陈总。老大，这个怎么办？他把陈总当成了全天候的答案查询机，缺乏感恩的反馈，除了口头上的谢谢老大，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馈。陈总偶尔流露出对新兴社交媒体玩法的不解。小林虽是个中高手，却从未主动整理一份报告或深入浅出地为陈总讲解。他觉得那是工作之外的事。成长速度不及预期，尽管有陈总的倾力相助，小林的成长却有些虚胖。他学会了陈总的套路和话术，却没有真正内化成自己的思维体系。在几次独立面对客户的场合，一旦脱离陈总的剧本，便显得捉襟见肘。半年后，那个大项目成功交付。庆功宴上，陈总拍着小林的肩膀，笑着对大家说：“小林这次功不可没。”但从那以后，陈总却肉眼可见地开始疏远他。新的大项目给了另一个资历更浅但更懂得钻研的年轻人，高端饭局也不再带上小林。小林很委屈，觉得陈总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但他不知道的是，陈总内心的独白是：我给了他最好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但他似乎只想做一棵依附于我的藤蔓，而不是长成一棵能与我并肩的树。
他的潜力，或许我高估了。这笔投资是时候止损了。小林没能提供的，不仅仅是情绪价值和信息价值，最重要的是，他没能展现出足够的潜力价值，让陈总相信这份投资在未来会有高额回报。价值交换的铁律告诉我们，贵人扶你上马，是情分，更是投资，而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不断证明这份投资的价值。你要让他看到，你的成长曲线足够陡峭，你的未来值得期待。这不是势利，这是成年人世界心照不宣的运行规则。第二条，善意的黑洞，你为何总在无意中消耗信任？如果说价值不对等是关系破裂的深层地基，那么敌意归因偏差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则是引爆关系的直接导火索。这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当个体的行为意图不明确时，人们会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带有敌意或贬损性质的。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帮了你，你却没给我想要的反应。我会下意识地认为，你不是不懂事，你就是故意的，你在瞧不起我，在针对我。这种认知偏差是人类自我保护机制的副产品。我们的大脑天生对被亏待的信号极度敏感。对于贵人而言，他们的付出不仅仅是资源和时间，更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投射。他的善意是他个人品味、判断力和慷慨度的体现。当这份精心包装的善意礼物递给你之后，如果你没有给出一个得体的、积极的回应，这份善意就如同被投入了一个黑洞，杳无音信。这在贵人看来，不仅仅是忽视，更是一种冒犯。这种不回应的行为会被他的大脑迅速解读为几种充满敌意的信号。他觉得我帮他是理所应当的，贬低了我的付出。他从这件事里没得到好处，所以不吭声。是在怪我帮倒忙吗？质疑了我的能力。他成功了却不告诉我，是想独吞功劳，把我这个幕后英雄抹掉，背叛了我的信任。一旦这种敌意归因形成，贵人的内心防线就会立刻升起。他会觉得自己的善意被辜负，甚至被羞辱。下一次他伸出援手前，就会犹豫10000次。王姐是某互联网大厂的运营总监，她手下有个叫小李的年轻人，肯干踏实，但性格有些内向木讷。王姐觉得小李是个可塑之才，只是缺少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恰逢公司开辟新业务线，需要从现有团队抽调骨干去开疆拓土，这是一个苦差事，压力巨大，前途未卜。但一旦成功，履历上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人都在观望，不敢轻易报名。王姐为了小李的职业发展，做了大量幕后工作。她不仅多次在事业部高层会议上力荐小李，称赞他基本功扎实，潜力无限，还私下找了新业务的负责人，喝了好几次咖啡，打包票说：小李你放心用，出了问题我来扛。最终小李成功地拿到了这个宝贵的转岗机会。王杰把他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交代了一番，满心期待他能抓住这次机会，脱胎换骨。然而小李的反应却让王姐的心一点点冷了下去。第一阶段满腹牢骚，到了新部门，小李因为压力巨大，每天愁眉苦脸。他在部门群里，甚至在和王姐的私下聊天中，
不断抱怨工作量大，同事不配合，资源不到位。他似乎完全忘了，这个机会是王姐费了多大力气才争取来的。王姐听着这些抱怨，内心的 OS 是：我把你推上战场，是希望你成为将军，不是让你当一个怨妇。我的善意，在你眼里就只是个麻烦吗？第二阶段，归因错误。项目推进中遇到困难，小李在和别人诉苦时，会下意识地说：哎，这都是王总当时非要推荐我来。这句话传到王姐耳朵里，简直是诛心之论。王姐的敌意归因偏差瞬间被触发，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为你铺路，你却反过来把所有困难的源头都归咎于我。这不是忘恩负负，这是赤裸裸的背刺。第三阶段，成功后的沉默。经过一番折腾，项目居然磕磕绊绊地成功了。小李也因此获得了公司的专项奖金和晋升。但他除了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庆功宴的照片，配文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之外，再无表示。他没有单独给王姐发一条信息，说一句：王姐，谢谢您当初的力荐，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最后的沉默，是压垮王姐心中那份善意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木讷，而是赤裸裸的人品问题。他为小李的付出，被彻底投入了善意的黑洞。从此，王姐在公开场合对小李依然客气，但内心已经将他拉入了永不合作的黑名单。他不会再为他提供任何帮助，甚至在别人问起小李时，他的评价也变得意味深长。是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积极的反馈是人际关系中最有效的润滑剂。它不仅仅是一句谢谢，它是一种姿态，一种确认。他在告诉对方，你的善意，我收到了，看懂了，并且无比珍视。你的付出是有价值的。如何给予有效反馈？及时感谢，得到帮助后，第一时间表达谢意，汇报进展，将利用他的帮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主动向他同步。例如，领导，您上次指点的那个方案，客户反响特别好，分享荣耀，成功之后，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明确地将功劳归于他，这是对他伯乐身份的最高认可。反哺价值，在你擅长的领域，为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哪怕只是帮他解决一个手机操作的小问题，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我们的关系是双向的。永远不要让贵人的善意石沉大海，否则你亲手关上的是通往未来更多可能性的大门。第三条，扶不起的阿斗，依赖是扼杀贵人缘的温柔毒药。我们来看第三层，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逻辑：习得性无助 （learn helplessness） 的反面，助人者的依赖疲劳。贵人愿意拉你一把，是因为他看到了你的潜力，希望你借力之后能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他的角色定位是催化剂，是助推器，绝不是终身拐杖。然而，很多人在得到帮助后，会陷入一种依赖无能的状态。他们将贵人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从而放弃了自我成长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过度依赖，对助人者来说，是一种极其沉重的心理负担。它会引发一种依赖疲劳，最终导致失望和疏远。想象一下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在孩子学步时，
父母会满心欢喜地扶着他。但如果孩子到了10几岁，依然拒绝自己走路，出门就要父母抱着，任何父母都会感到崩溃和绝望。贵人与被助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贵人期待的是一场精彩的师徒养育之情，他希望看到你青出于蓝，甚至有一天能与他坐而论道。他最不想看到的是自己养出了一个心智上的巨婴。张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年轻创业者，他的项目获得了业内大佬李总的天使投资。李总不仅给了钱，更承诺会提供投后赋能，亲自担任他的创业导师。创业初期，李总的帮助是全方位的。战略上，他帮张伟梳理商业模式，明确市场定位；资源上，他介绍了第一批客户，对接了供应链的关键人物；管理上，他分享了自己的用人心得，甚至亲自帮张伟面试了几位核心高管。张伟对李总感激涕零，言必称恩师。但渐渐的，这种关系变了味。张伟对李总的依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无巨细的请示公司要不要参加一个展会，一个中层员工要不要开除，甚至办公室的租赁合同细节，他都要打电话问李总的意见。李总的时间被这些无穷无尽的琐事切割得支离破碎，逃避决策的责任。每当需要做重大决策时，张伟的第一反应不是召集团队，分析利弊，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是直接把问题抛给李总。李总，这事您看怎么办？您定了我就去执行。他把李总当成了公司的编外 CEO， 而自己则像个高级的执行秘书。停止了自我学习，李总推荐给他的管理书籍，他束之高阁，建议他去上的 CEO 课程。他总说太忙没时间，他的所有成长似乎都寄托在了李总的喂养上。一开始，李总还耐心地指导，但半年后，他感到了深深的疲惫和失望。他投资的是一个有潜力成为将军的领袖，而不是一个事事需要请示的士兵。张伟的依赖正在扼杀这家公司的生命力，也正在耗尽李总最后一丝耐心。转折点发生在一件小事上，公司一位核心技术人员提出离职。张伟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深夜11点给李总打电话，焦急地问李总怎么办啊？他要是走了，我们项目就停摆了。电话那头，李总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冰冷语气说：张伟，你是 CEO， 这是你的公司，你的团队，如果你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或许你根本不适合创业。从那以后，李总不再主动联系张伟，对他的信息和电话也变得爱答不理。他没有撤资，但实际上，他已经从精神上放弃了这个项目，放弃了这个扶不起的创业者。这就是依赖的温柔毒刃。他以感恩和尊敬为外衣，行的是推卸责任、放弃成长之时。他会让贵人觉得自己的付出非但没有成就你，反而让你变得更弱小、更无能。这是一种巨大的挫败感，足以摧毁任何善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演员张颂文的故事。在他成名之前，得到了无数前辈的帮助和提携，但他从未将这些帮助视为理所当然的拐杖。别人给他一个小角色，他就拼尽全力去研究，写数千字的人物小传，
为角色设计独特的细节。他把每一次帮助都当成一次展示自己值得被帮助的机会。他用自己的疯狂努力和肉眼可见的进步告诉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你们的善意没有白费，你们的投资正在增值，我正在用你们给我的杠杆撬动属于我自己的地球。这才是贵人最希望看到的剧本。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剖析了贵人疏远背后的3条核心规律：价值天平的失衡，你未能持续提供对方所期待的，尤其是潜力价值；善意的黑洞效应，你对善意的反馈不足，触发了对方的敌意归因偏差；依赖的温柔毒药，你过度的依赖，让对方产生了依赖疲劳，扼杀了助人的乐趣。这3条规律如3面棱镜，折射出人际关系中最真实也最不容回避的侧面。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真正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扶持，而是双向的奔赴与彼此的成就。贵人愿意拉你一把，是你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幸运，但这份幸运从来都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它更像是一笔启动资金。如何用这笔资金去经营自己，去创造更大的价值，才是决定你能走多远的关键。现在，请你暂时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审视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你是否把别人的帮助当成了理所应当？你是否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忘记了表达感谢与反馈？你是否在遇到困难时，习惯性地向外求助，而忽略了向内求索？价值对等是关系的基石，积极反馈是关系的润滑剂，独立成长则是关系的保鲜剂。真正的贵人不是你人生路上的缆车，可以让你毫不费力地直达山顶，它更像是那根在你攀登险峰时借你力让你踩得更稳的登山杖。而你终究要靠自己的双腿肌肉去一步步丈量属于你的山川与河海。当你不再苦苦思索如何搞定贵人，而是开始专注于如何让自己变得值得被任何人欣赏与投资时，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会变得不一样。我是高维认知，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